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极限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可是不代表极限我们以后就不会用到。其实接下来我们还会立刻使用到极限的观念。那下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个影片要开始讲的部分，是所谓的连续性 （continuity）。OK，那我们中文叫连续性。连续性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函数没有断掉啦。这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理解它的方式。函数它没有断掉，我们就说它是连续函数。那有关连续的性质就是连续性。好，那我们也是直接来画个图看看好了。假设呢，现在我有个函数，它图形长这样。那图形长这样子。好，那这边它的函数值是在这里，这是空的。OK， 那其实大家就很容易用眼睛看就知道，这个函数的图形在这边断掉了。OK， 然后它这里跑到这边来，然后再继续跑过去。那这个断掉的概念是什么嘞？这断掉的概念，其实如果你对极限已经足够熟悉的话，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假设这个点是 C，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 x 靠近 C 的时候 ，f(x) 没有靠近这个点，这点是 L。OK 啊，在 x 靠近 C 的时候 ，f(x) 靠近的人是 L。OK， 可是 f 把 C 带进去的时候，却跑到另外一个数去了，这个就是 FC， 这个点就是 FC。OK， 所以就是 f 在 C 的极限 L， 并不是刚好就是 f 带 C 进去的函数值，所以它断掉的原因就只是这样子。我们因为已经学过极限了，我们就把它用极限的符号写，并不等于 FC。OK， 这个就是 L， 这个就是 L。也就是说 ，f 在 C 的极限并不等于 f 把 C 直接带进去，因为 f 把 C 带进去在这里，可是，在 x 靠近 C 的时候 ，f 是靠近 L 的。OK， 那所以有了极限这个工具呢，我们就很容易描述出它不连续断掉的概念是什么了。其实就是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有连起来，也就是有连续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干脆直接把定义写出来吧。如果 limit x 趋近于 c f of x 就刚好等于 f 直接把 c 带进去，则 f is said to be continuous at C。OK， 在 C 点连续。OK， 那所以有了极限的观念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描述什么叫连续了。就是在那一点的极限值，如果刚好等于那一点直接带进去，那我们就说 f 在那一点连续，也就是图形上它走到这边的极限是 L， 然后走到这一点刚好的时候，它也是 L， 然后它就连起来，就不会发生这张图的状况了，就是它就会这样直接连起来过去，而没有发生断开的情况。好，那这个意思就是在 C 点连续的意思，这是定义哦，这是严格的定义。OK， 那可是大多数的情况，其实我们遭遇的 F 是它每一点都连续。它每一点都连续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去强调它在哪一点连续，我们就会直接说它是连续的。那严格写起来，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如果 f is continuous at 每一个点，我立刻摆。对吧？
就是如果 f 是在每一个点都连续，就是每一个在它的 domain 中文是定义域，就是它在它的定义域里面每一个点都连续的话，那 f 就直接叫做连续，就不会再去强调在哪个点了，因为它每一个点都连续。所以我们如果说f 是一个连续函数，它意思就是 f 在每一个点都连续。那 f 在某个点连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那个点的极限值等于函数值。所以连续，如果我们不特别它是哪一个点连续，不特别强调它在哪一个点连续，意思就是它在每一个点的极限值都等于函数值。OK， 那我们其实可以回头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上个影片讲的多项式函数。OK， 这就是上个影片讲的那张纸。像 f 啊是一个多项式函数。OK， 然后我们有讲到说，它的极限根据极限的性质，就是直接把这个 c 带进原本的多项式里面。OK， 所以其实这是什么？这个就是 f 在 c 的函数值。OK， 所以根据连续的定义，它确实满足了极限值等于函数值。OK， 那因为这个 c 是随便每一个 c 都有这个性质嘛，所以代表的事情是什么？代表的事情是多项式函数就是一个连续函数了。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就是多项式函数其实是很美好的，很美好的，它其实就是连续函数。OK， 那未来讲到微分的部分的时候，那你也会知道多项式函数它也是可以微分的。那讲到积分的时候，你也会知道多项式函数它是可以积分的。其实多项式函数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函数，它很简单。那有很多比较麻烦的函数，那这些比较麻烦的函数，当然我们这堂课是不太会去讲到的。好，那这边为止就是连续性的定义。那连续的定义长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谈连续的性质咯，就像极限那边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谈一下连续的性质。OK， 那第一个性质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如果 f(x) 等于常数 k， 则 f 是连续函数。这边我就直接用缩写点了，缩写点 ，OK，continuous。那这个其实是多项式函数的其中一种啊，它就是常数嘛，所以当然 f(x) 等于x 则 f 是连续的。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如果 f is a polynomial， f 就是连续的。这件事情就涵盖了这两件事了，因为这个是多项式的其中一种，这个也是多项式的其中一种。那之所以这样写，纯粹就只是为了对应到我们极限那边的时候，我们性质是这样子列表的。OK， 我们性质是这样子列表的。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多项式函数一定就是连续函数，就已经涵盖了这两个性质了。OK， 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情是，如果 f is continuous at c， 则不好意思，然后 g 也是 continuous at c， 则 f 加 g is continuous at c。OK， 就是 f 在 c 点是连续的 ，g 也在同一个点是连续的。那 f 加 g 这个新的函数，它其实在 c 也是连续的。好，那这个怎么证明呢？它证明其实相当容易，因为 f 在 c 连续，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 limit x 趋近于 c， f(x)
就等于 FC。OK， 之前在讲极限的时候，这边是 L， 可是现在 L 就刚好是 FC 了，因为他说F 在 C 是连续的。同理 ，limit x 趋近于 C，G of x 就等于 G of C。OK， 那根据极限的加法的性质，我们就会得到 limit x 趋近于 C，f(x) 加 gx 就会等于 f 在 C 的极限就是 FC， 加上 g 在 C 的极限就是 gc。OK，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 f 加 g 这个函数在 C 的极限，就等于你把 C 直接带进 f 加 g。OK， 所以一样是极限的值等于函数的值，那意思就是什么 ？f 加 g 在 C 点连续。OK， 连续的定义就是极限在那一点的极限值等于在那一点的函数值嘛。那我们这边就算出来，这个是 f 加 g 在 C 点的极限，就刚好等于 f 加 g 在 C 点直接带进去的值。OK， 所以我们利用了极限加法的性质，证明了连续在加法会保持住。OK， 它在 F 在 C 是连续 ，G 在 C 连续，则 F 加 G 在 C 也会连续。那其实你这边就可以开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 F 在 C 连续，然后阿尔法是实数，则阿尔法乘上 F， 阿尔法乘上 F 在 C 也会连续。那它证明怎么证？跟上面其实非常类似。上面是用极限加法的性质来证明连续加法会保持住连续性。那这边是一个常数乘上 F。如果 f 是连续的话，则它乘上去这个常数之后也会连续。那一样，你的证明就是利用什么？利用极限的常数乘上 f 的极限，就等于常数直接乘上 f 的极限。OK， 就可以证明 f 在阿尔法乘上 f 在 C 点是连续的。其他证明也是相当容易，非常类似这个。OK，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练习一下。那同理就会有第五件事，这边是加，这边是系数，那就相乘 f is continuous at C， 然后 g 也是 continuous at C， 则 f 乘以 g is continuous at C。OK， 那第六件事情当然就是相除的了。前提都一样，前提跟这边一样，我就不写了。那就会得到 f 除以 g is continuous at C。当然前提是什么？分母不能为零。OK， 前提是这个，你分母是零的话，这就不用玩了。OK， 那你就可以发现，这边这个左边的连续的性质其实刚好就一个一个对应到原本的极限的性质了。那其实每一个的证明都相当容易，你只要直接套极限的部分的性质，就会得到答案了。那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两个，因为这样对起来就会刚刚好。OK， 好，那这个是连续的性质。那连续除了这些性质以外，它比极限再多了一个性质，多了什么性质呢？它多出来的性质是这个，是合成函数的部分。那所以如果 f is continuous at C， 而且 g is continuous at f of C， 则这是箭头哈，则 G 合成 F is continuous at C。那也许有同学看到这个 G 圈圈的 F 就对它很不熟悉，那其实没有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limit x 趋近于 c，g of f of x 就刚好等于 g of f of c。OK， 底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一句哈，这个 IE 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啦，也就是说，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一样是极限值。OK，x 趋近于 c， 极限值等于 c 直接带进去，等于函数值。OK， 那这个就是连续比极限再多出来的性质。那这个性质呢，因为在极限那边就没有相对应的性质可以直接证明了，所以在这里就要回归到，极限的定义。OK， 所以我们就要满足这个 g of f of c， 真的就是 g合成 f 在 c 的极限。然后就是利用那个 epsilon delta 的叙述来证明这件事情。那我看我们就直接开始证明吧。OK， 我们目标是要证明这个在 C 的极限真的就是这个，所以根据极限的定义的起手式，我们就要随便给一个 epsilon 大于0。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找 delta。OK， 那既然呢 G 是在 f of c 这个点连续 ，OK， 大家不要看到这 f of c 看起来好像很长一串，好像很可怕一样，没有，它就只是一个数字，它就是把 c 这个数带进 f 之后得到的数字，它可能就是 3.6， OK， 它只是一个数字罢了，不要被这种一大坨东西吓到，不用，它就是 f of c 就是只是一个数字，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带进 G 而已。OK， 所以它可能写起来比较大一坨一点，但是不用担心，它其实只是一个数字，把这个数字再带进 G 里面，你得到这个一个新的数字，就这样。OK， 那所以这句话是说，既然 f 在 FC 这点，不好意思，既然 G 在 FC 这点是连续的 ，FC 只是个数字哦。OK，G 在 FC 这点是连续的，那根据连续的定义就是什么？根据连续的定义。就是 limit x， 不好意思，这个这边我就要想要改用 y 了。基本上变数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改用 y 比较不会跟 f 的定义域搞混。y 指的是 g 的定义域的变数 ，OK， 就等于 g of 把 fc 带进去。OK， 这就是连续的定义嘛。G 在 FC 这点连续，意思就是 G 在 FC 这点的极限值，就刚好等于 G 直接把 FC 带进去。OK，FC 不要把它看得太可怕，它只是一个数字罢了，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什么？完全就只是 G 在这个点连续的定义而已，极限值等于函数值。OK， 那既然这个极限等于这个数，那对于这个 epsilon 而言，就会存在一个 delta， 我叫它 delta 1好了。这个 delta 1大于0，使得说，如果 y 减掉 fc 距离小于 delta 1，则这个 y 带进 G 之后，再减掉这个 G C 的绝对值就小于 epsilon。OK， 这个纯粹就是照极限的定义写的啊。这个东西的极限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存在 delta 1大于0，使得说这个 y 跟 FC 的距离如果小于 delta 1，则这个 y 带进 G 之后，跟这个 L， 它只是一个数哦。跟这个 L 的距离就小于 epsilon。OK， 这完全就是照极限的定义写的，这没有什么，只是符号跟以前不一样而已。
大家如果不太习惯的话，慢慢看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一模一样。OK， 那所以根据这个 epsilon， 我找出这个 delta one 了。那接下来 delta one 就只是一个被找出来的固定的大于零的数了。那根据这个 delta one， 我要去找我要的 delta。OK， 所以既然f 在 c 的极限，也就是 limit x 趋近于 c，f of x 就等于 fc。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f 在 c 连续。我只是没有像刚刚一样重复再写一遍了，我直接写 f， 既然 f 在 c 连续 ，OK， 也就是既然 f 在 c 的极限就等于这个 l， 它只是一个数罢了，不用想太多。所以就会，我写到这边好了。所以就会存在个 delta 大于0，使得说什么呢？如果则现在 L 就是 FC 会小于这个 delta one。OK， 这个 delta one 是哪来的？是这里找出来的。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大于0的数了。OK， 那这个固定的大于0的数就被我当成一个新的 epsilon 来使用在 f 的极限的定义上，所以这边就变成 delta one。OK，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证明什么事情了？我就要开始证明，这个减这个的绝对值会小于一开始给的 epsilon， 只要你的 x 跟这个 c 够靠近的话，也就是 x 跟 c 的x 减 c 的绝对值小于这个 delta， 那么这个减这个的绝对值就会小于这个 epsilon。好。所以我就开始照极限的定义写，我就真的假设什么呢？假设有这件事情，我就假设了这件事情，则 f(x) 减掉 f of c 就会小于 delta one 了。OK，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让 f(x) 你把这个 f(x) 看成一个变数 y， 也就是说，你把 y 就看成 f(x)， 这个没有什么，你只是把 f(x) 再写一个符号给它而已。你可以不要这样写，我只是怕我不这样写，大家觉得后面符号太乱。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看 f(x) 就好。你现在把这个 f(x) 看成一个数字 y，OK， 那所以这边讲的事情是什么？y 减掉 fc 的绝对值小于 delta one 了，是不是就跟这一样了？小于 delta one 了，所以你就得到什么？g of y 减掉 g of fc 就小于 epsilon 了。OK，y 就是 f(x)， 那因为你的这个 y，fx 有满足这件事，所以 y 也有满足这件事，它们是小于 delta one 的。所以你就有右边这件事了。OK， 这边告诉你的是 ，y 只要满足这个范围，则 y 带进 G 之后就会满足这件事，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写过来。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你看这边我们没有这边这个大于0，可是这里需要 y 减 fc 要大于0哦。OK， 我们这里。因为 y 是 f(x) 嘛，我们这里 y 减 fc 没有大于0，可是这里前提是需要它大于0才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是什么？其实你要得到这件事情，你还缺一个检查。你要检查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这个等于0的时候，你还会有这件事吗？因为大于0的话，已经确定了这件事了，那等于0的情况，这边有可能发生。所以你还要再确保这个等于0的话，还有这件事情吗？如果这个等于0还有这件事情，那代表的事情是这个不用大于0也无所谓了，反正它等于0也好，它大于0也好，都有这件事。那所以接下来你就要确保，这个等于0的时候还有这件事吗？那答案是有没有？有，因为如果这个绝对值等于0的话，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你的 f(x)
就等于 FC 咯。那 fx 如果等于 fc 的话，那这时候 y 不就是 fc？OK， 所以 y 你就可以换成 fc 啦。结果你看，现在就是 g of fc 减掉 g of fc， 那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数相减，那当然是等于0，它当然小于 epsilon 啊。OK， 所以这个大于0也好，等于0也好，它都有这个结论，所以这个叙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叙述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里有个细节，你必须要自己验证一下等于0的时候，它到底对不对 ？OK， 好，那到这边为止就证明完毕了。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用红笔圈一下，我一样照极限的定义啊，我随便给一个 epsilon 大于0，然后我这边告诉你会存在一个 delta 大于0，使得说当你假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的这个相减之后绝对值会小于 epsilon。OK， 你可能看这个 y 跟这个不一样，没有，这个 y 就是 fx。OK， 跟这边一模一样哦。然后减掉这边的 l， 这个就是 l， 这两个是同个东西哦的绝对值小于 epsilon。所以我一样是照极限的定义，证明了这个极限就刚好是它。那根据连续，你的极限是 c 直接带进去得到的结果，那我就说你是连续性 ，OK， 也就是说我证明完毕了，可以吗？好，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弄懂，谢谢大家。